就开始了。那个，我发现就今天其实线上比线上的人都很多的。然后总之非常谢谢大家，无论是现场来参与，或者是线上参与的各位，愿意花时间来听这次介绍阿普跟新兵档案。然后其实我们今天还有2位特别来宾，就是我们请到了，就应该是说平常介绍档案其实就是很无聊嘛，介绍档案本身。但其实我们今天还请了阿普画廊的2位创始成员，莫强老师跟徐志贵老师，在稍等介绍完之后，会跟我们一起来聊他们那时候怎么参与，然后对于高雄艺术的观察等等。然后会由徐远达老师来进行主持。然后在我们正式进入档案的介绍之前，我觉得还是不免俗的，因为阿普画廊的档案，其实是我们这一次台湾独立艺术空间计划做的第一个档案。然后我想当然也是有需要先稍微说明一下，说我们这个计划为什么挑了阿普来作为我们处理的第一个对象。那首先要知道的是说，台湾独立艺术空间档案计划它其实是一个只有3年时间的计划嘛。然后在这3年里面，当然就是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人力，我们必须要先去判断说，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独立艺术空间的档案。然后如果说以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当然是必须要讲求档案是不是重要的，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急迫的。那必要跟急迫是比较好谈，因为必要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很重要，档案很重要，但如果说它已经在其他的资料库或其他地方有了相对充分的资源，那还是不是需要这个计划来做？那这个是我们考量必要性的一个原则。那急迫性当然也是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做的话，这批档案很有可能就比如说遗失了，或者是保存的状况会恶化。那这个是我们去评量急迫性的一个原则。那当然重要性其实就采取了一个相对一个历史距离去判断。那到底什么是重要的？就是还是除了说我们在文献上、研究上、书写上去看说，像这样子的空间是不是在台湾的整体艺术环境，或是当地的艺术环境，比如说有没有造成什么样子的论述上的影响，有没有形成什么样子的社群、什么样子的网络？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评估重要性的时候会综合考量的原则。那其实，在这几个原则的衡量之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到底有没有档案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觉得它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最终也是得回到这个档案，我们到底是不是有材料可以拿来进行一个数位化？那可是其实作为一个1984年出生的人，老实说，因为我们的独立艺术空间的兴起，其实最兴盛是90年代。1990年的时候，我才6岁而已。然后6岁时候的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当然也不知道，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艺术。所以对于说像我这个相对年轻的研究员要做这样子的主题的时候，其实你的局限性就在于说，你只能从文献里面看。那如果文献里面没有的话，你其实就很难进一步去判断说我要怎么样去挑选这些档案。那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前置研究的经过，当然就是不停的去走访跟不同的艺术家聊天，去问说当初对于哪些独立艺术空间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或者是最常去什么样子的地方走动。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就是2022年一开始的时候，先办了一场比较大型的一个讲座，然后用一个比较概述的方式去讨论台湾独立艺术空间的发展概况大概是什么。然后在几波的讨论之下，就是有一个最常出现的一句叫做北一通南阿普，然后我就蛮好奇的，
到底什么是北一通跟阿普？一通对于台北长大人来讲是相对熟悉的，可是阿普是我很不熟悉的地方。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其实就先对阿普做了一些基本的研究。那阿普画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在我初次开始研究之后，发现原来阿普画廊是位在大勇路64号新滨码头艺术空间的楼上。也就是说，这边是2楼是新滨码头，4楼其实就是当年阿普画廊的空间。然后这个是高雄的盐城区，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博二的那个地方。然后4楼那个空间，它被当成一个艺术空间。我们也许是可以先追溯到那1980年代成立的那个前卫艺术推展中心，大家看一下。那这一份呢，其实是高美馆的艺术认证第7期，它里面写到的这一段，它是在讲说位于大勇路64号4楼的前卫艺术推展中心。那前卫艺术推展中心一开始其实是如果可以往下看，应该是，对，其实是由那时候梁任宏老师跟其他的艺术家伙伴，包含木材老师，一起成立了这个前卫艺术推展中心。然后这个是4楼最一开始用的空间，然后大家是一砖一瓦的把这个空间给盖起来，然后做了一个有点像是阶梯式的教室的空间。那它除了教比如说教美术啊、教画画以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是资讯还没有办法快速流通，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邀请了许多从欧美回台湾的艺术家，在那边举办讲座啊，然后也放了很多杂志跟资料，去带回当时最新的艺术的消息。不过前卫艺术展中心的时间并不长，大概2-3年之后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4楼的这个地方之后，也就由之前前卫艺术展中心的经理木材老师接手成为一个个人的工作室这样。那木材老师呢，当时的木材老师长什么样？很可爱，对。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在那个数位化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有这一张非常可爱的照片，然后这也趁现在给大家回味一下木材老师年轻的时候跟后面他的作品是这样。然后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木材老师跟其他6位来自台南跟高雄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伙伴，然后成立了阿普画廊。这个是阿普画廊的宣传手册。那时候有哪些人呢？就包含了这边看清楚吗？有徐志贵老师、严鼎生老师、曾英栋老师，然后陈茂庭就是木材老师。黄宏德、陈荣发，还有另外一个艺术伙伴谢顺生。然后成立的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对在那个环境下，其实这几位艺术家的作品是相对没有市场。那这个没有市场指的并不是说，当然一部分是还没有一个商业机制的呈现以外，其实就连主流的美术馆，或者是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美术馆、文化中心或其他地方展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成立这样的空间有一个蛮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展出的空间，可以展出包含这6位艺术家以及其他非传统的艺术作品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我们把这一张放大，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他写的是，阿普画廊是由数位活跃以来台湾的当代艺术家所组成，以合作画廊的形式来经营，这样。然后，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阿普画廊它虽然说是一个画廊，但它其实最一开始是以合作画廊的方式，就是几个艺术家一起来出资成立这个地方。那他们以非传统，应该是说，在还没有非常确定到底要展什么的时候，其实去决定不要展什么是相对一个简单更容易的做法。但其实非传统的这个定位，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让阿普有了蛮多实验的空间，去探索作品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这个非传统的取向，对我来说，其实是对高雄当代艺术的发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启蒙作用的。那作为一个合作画廊，它阿普其实还有2个蛮特殊的原则，一个是审查制，然后一个是只展出30岁以上的艺术家的作品。那这2个制度是也许等一下陆晨老师跟阿慧老师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但是我觉得审查制这一点对合作画廊来说是非常罕见的。罕见的原因是，如果我们以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类似的性质的合作画廊来比较，就例如说1989年成立的2号公寓，或者是在阿普画廊之后成立的新兵码头，最一开始其实也是一个合作画廊的形式。那这些合作画廊其实大部分是我们有了成员之后，我们用档期来安排成员一档展出的时间。那即使是非成员或是非会员的展览，也是用比较松散的方式去进行邀请，而不是说每一档展览都要审查的这个方式。那审查制这件事情难得的，就并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对展示内容进行挑选，它其实也包含说，如果我像阿普是1991年到1995年这个时间，5年之间，成员要对这些展览一一的进行审查跟挑选，其实是需要非常高度的参与。这高度的参与，无论是放在哪一个艺术空间来说，都是非常难得跟不容易的事情。然后那阿普的另外一个成就呢，是在1992年，92年底的时候，高雄阿普到北上，到台北开了台北阿普画廊，然后也变成台湾第一个由南往北，在当时的报纸的标题里面被形容为是由南往北攻，就攻击的进攻的攻，北部城市的画廊。那台北阿普是由许智慧老师当总经理。那台北阿普的目的，就是说有高雄阿普有台北阿普的目的，不仅仅是说促进南北两地的艺术家的交流，那它其实也是在当时还没有真的形成一个所谓当代艺术的市场的时候，阿普试着去开发这样子一个市场的尝试。那这个开发是怎么开发，尝试又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可以在档案里面稍微再看到。那以上这个比较简略的简介，是让大家知道说，阿普画廊在高雄，甚至是台湾的独立艺术空间史上的重要性，就有一个比较初步的理解。那它的存在，对于早期我们刚刚讲前卫艺术推展中心，或者是到后面的新兵的艺术空间，其实都有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然后也是大有路64号这个位置，它能够成为现在我们说高雄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地景的一个关键的角色。那但是实际上呢，关于阿普的研究跟书写其实是相对稀少的，就是跟其他的北部的艺术空间比起来，研究不多，然后书写也不多。那这个一部分当然也是在我看来也是出自于其实文献相对稀少，没办法做研究的
一个原因。那这也是为什么在碰到阿普档案的时候，对我来讲，一样回到我们刚刚最开始提到，它其实是具有重要性、必要性以及急迫性的一个档案处理的对象。那也是因为这样，然后我跟莫强老师联络了几次，然后我们一起去莫强老师的以前的住处、以前的公寓去把那些资料给找出来。不过呢，这些资料呢，毕竟已经很多年，这看到，毕竟想想，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事情。然后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找出来的，大概有三四个麻袋的资料夹本，然后把它摊开来放在办公室。那可是因为是将近30年前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的状况其实不太好。那像这个资料夹是有蛮多是已经弯曲啊、破损啊，然后有些文字上面的标签其实是不是那么好辨识的。然后也有蛮多的资料是因为已经从资料夹调出来了，所以我们只看得到这里面有塑胶套，然后里面有照片，有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在哪一个资料夹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去辨认说这样子的这些档案的收纳方式，它可能是被归类在展览记录里面，还是被归类在艺术奖的档案记录里面，就其实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跟其他的文献档案进行比对，然后把这些零散资料重新归类。那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看到这个袋子里面的照片。那照片放这么久，大家可以想象是，如果有一点点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照片放久它是会粘在一起的。然后尤其是放了将近30年的照片，其实每一张要打开都蛮不容易。然后所以一方面是要时间去进行分类，一方面其实我们也需要把这些档案一张一张分开来进行辨识。然后除此之外，也还可以看到，比如说里面有蛮多这些生物的残骸啊，然后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在这里，就是这些底片上面也是有一些生物的遗迹这样。然后在纸质的档案上面也可以看到有蛮多重铸的遗迹。然后，甚至如果是传真类型的档案，在这么多年以后，很常是你几乎只看到一片就是白纸，上面的字迹是褪色的非常厉害。然后，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份档案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作为第一个档案，就算是遇到阿普这个大魔王，就是有非常非常多实体资料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来处理的，就是包含我们要怎么除尘，要怎么除虫。然后如果是摄影的底片，我们在数位化的时候要怎么样进行调色跟校色，其实都会需要这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完的工作。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计划在找团队伙伴的时候，我们后来分别找到一个是具有纸质修复师背景的同事，另外是具有摄影师背景的同事。那加起来，我们才有办法说把这一次的档案做一个比较从实体的文物的处理到后面数位化的阶段，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式把它处理完成。然后所以老实说，就是这个团队之所以可以形成，也是要蛮感谢阿普的老师跟阿普帮我的存在。好，那在这些我们收完这些档案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它最后变成档案，但是我想说，在进入档案之前，因为其实也许台湾的这边的观众对于怎么使用 AAA 网站是比较不熟悉的，然后所以我想我也顺便示范一下。那在这边是AAA 的官网。然后其实我们的馆藏呢，所有的研究馆藏是在布这边点进去，然后这边有个馆藏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呢，就会看到我们这边所有的研究馆藏。网站稍微跑得有点慢，给他点时间。但总之呢，在下面我们所有的研究馆藏，因为 AAA 毕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虽然是双语的网站，它其实是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网站，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研究馆藏的分类排序的方式，其实是按英文字母的 ABC 来排序的。那阿普的档案呢，其实就会在 U 的这个下面，然后点进去之后，再稍等一下。有一点，OK。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边有简介，是介绍大概这个阿普画廊档案的一个简单的描述，有一些简单的历史介绍，然后档案是怎么样子的组成，档案的期间等等。然后这边这个档案点进去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现在阿普档案总共有1984个档案。但是我必须要说，其实在这个档案呢，就说自从我们从陈老师那边拿到了这批档案之后，本来预计在2023年的9月就要上线，然后可是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8月底那时候我们想说已经基本上都做差不多了，然后我跟几个团队的伙伴一起去艺门基金会去找资料。然后在那边意外的发现，怎么竟然这边还有一批其实也是阿普的档案呢？其实阿普档案并不是说它只是跟阿普有关，而是说它的归类的方式，然后它档案编串的方式是跟我们手上的这一批阿普档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个机缘之下，我们确认了说，原来这一批档案可能是当时有另外一个台北阿普的。另外一个经理去捐给了地美术基金会，那地美术基金会还是非常慷慨的说，他们非常愿意让我们来进行数位化，然后放进这个档案里面。所以这个档案的组成其实是由木禅老师本身那边所留的资料，以及地美基金会那边所留的资料的形成的档案。然后在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在我们觉得地美基金会我们终于做完了，11月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上线的时候，接到木晨老师的电话说，我又找到了3代东西这样，然后但是所以说档案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好像是一个看似有人做不完的工作，然后所以这个1900多个档案呢是还不含木晨老师那边的3代。那木晨老师新增这3代，我们是预计在今年会把它做完，然后一起补齐。然后在补齐的时候，也会顺便补上我们在这一次计划里面对木晨老师还有徐志贵老师2个人做的访谈的摘要影片，还有访谈的全文的逐字稿，那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密切注意我们关于档案的一些更新的消息。那在我们收到刚刚那些档案之后呢，基本上我就是进行了几个大的分类。那这个分类其实原则上还是跟阿普画廊他们的分类的方式没有差太多，只是我稍微进行了一些整合。那主要把它分成了展览资料、艺术家档案、行政资料以及其他。然后展览资料里面点进去呢，其实就是按照年份来一个一个分的。然后每一年点进去呢，你就可以再看到当年的有哪几个展览名称是什么，然后各有什么样子的档案。然后我其实在这个档案刚开始上线的时候，当然有先询问了一下身边的几个人对于这个档案看的时候什么感觉。然后最大的大家的感觉是说，不知道从何看起，就是这么多档案，我到底要看什么？虽然说每个好像都很重要。可是到底要怎么看呢？所以今天的这个介绍，主要也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挑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或者是一些重大的事件的，然后来跟大家说，这个档案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看。
那当然以画廊来讲，其实早期最常见的还是艺术家个人的个展或者是联展。然后1990年的时候，阿普就先做了一个开幕的联展。那开幕联展当然就是蛮重要，它基本上会为这个画廊做了一个宣言型的宣誓，跟大家说这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它取向大概是什么。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有那时候的邀卡以外，还有一个新闻稿的手稿，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先开好给大家看，这边看得清楚吗？然后这个呢是由陈荣发老师写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关键的一句话，它是在这里。他说，艺术创作与画廊经营并推销艺术品这两个角色具有依存与相对的矛盾性。然后今天由艺术工作者来经营画廊，着实有着他们的理由。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不愿使市场潮流变为艺术潮流，不愿使艺术掮客成为主导艺术的选择人，更不愿看到艺术品收藏家成为假古董的收藏者，蛮严厉的。希望将目前清一色的艺术现象使成为多元化的面貌。那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就真的是蛮精要的点出了，比如说我刚刚讲说阿布朗这个非传统的取向是什么？那这个传统取向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说在清一色的这个艺术市场里，他们要怎么样找到一条新的路？那这个路并不是说别人解开，他们是带着这个开疆拓土的决心来去做画廊，所以即便他们知道说艺术家同时经营画廊看起来是个蛮矛盾的两个角色，但他们有他们要这么做的理由，这样。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开幕的现场呢，也大概是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展览现场的作品。好，我看好在这里。现场阿普茂其实就有蛮多，几乎每一档展览都有这种现场的照片，但主要并不是在记录说展览这个空间长怎么样子，跟现在大家看的展览记录照是不太一样，它主要都在记录作品本身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虽然说这边是没有标哪一件作品是有的时候有标，那这个陈光全老师的作品就有标，但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很明确的标说哪一件作品是谁的这样。那1990年除了这个开幕联展以外，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女性联展。然后这个女性联展呢是李锦秀、陈长丽、杨世之跟一个香港艺术家叫做蔡任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个是1990年的8月17日的报道。然后它的展览的时间其实就是1990年的8月4号到26号。那我为什么挑这一篇出来？是因为大家要想一想，1990年是解严后的第3年，1987年解严嘛。然后在那之前，就是台湾有什么样子女性联展嘛？就是目前我好像还没有特别找到是一个强调女性为主的联展。然后但是在1990年的差不多2月左右，那时候有陆永之老师在台北的成品办了一个女性艺术家周，就是在那个礼拜找了蛮多女性艺术家一起来发表。在那之后，我找到的以女性艺术为主题来去讨论的，其实就是阿普老师的女性联展。然后我一直对于当时为什么会办女性联展这件事情感到相当的不解，这样，因为如果从现在这个高雄的艺术当代艺术圈的一个氛围来看，对我来讲，高雄艺术一直还是一个蛮阳刚气质的。高雄是一个很阳刚气质的城市，高雄艺术圈也是蛮有阳刚气质的一个圈子。所以在这样子的印象之下去看说，哇，当初竟然1990年就有一个
女性艺术家展览对我来说是蛮惊艳的。然后呢，他们不只是办这个展览，还有办座谈。那这个座谈呢，可以看到，其实也是就由李锦秀、然后黄步青、许志贵老师、杨世之老师还有陆鸿志老师，用着作为艺评，作为一个当时的女性艺术，以及女性主义如何在女性艺术里面发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有陈荣发一起做的座谈，那这个座谈呢就变成了2篇，然后登在《民众日报》里面，就是分成17号跟18号各有1篇，然后分成上下2篇去记录在那个座谈里面谈了什么。然后就其实当时就已经蛮核心的谈到了说，女性艺术家或者是女性艺术到底是什么？女性艺术家真的有受到打压吗？那当然，在这个报道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大家的立场各自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我觉得在讨论台湾女性艺术的发展的时候一个相当珍贵的宝贵的资料。然后，那在1991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具有关键性的一个展览，叫做高雄当代艺术展2。这个我想应该蛮多人可能记忆犹新。之所以会有高雄当代艺术展2呢，是因为1991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高雄市立美术馆，那时候只有高雄市立美术馆筹备处。然后那时候他们在这个教育局的，当时主管应该是教育局的指示下，他们要办一个叫做高雄当代艺术展的这个展览，然后计划是要在北中南巡回展出。然后去表现说什么是高雄的艺术风貌这样。然后当然这个立意良好的这个展览，但是因为他们在筹备处在挑选艺术家的时候，并不是以我们所熟悉的当代艺术的这个领域跟精神来去做挑选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可能老中青代表性的几个艺术家一起都邀来，那媒材也不限，比如说有书法、水彩、国画、油画、版画，然后基本上对于当时的高雄当地的当代艺术家来讲，他们觉得这个当代艺术展根本并不是所谓的当代艺术展。然后在这样子的抗议之下，有几个被选上的艺术家就决定要退出由高美馆筹备处所办的这个高雄当代艺术展，然后也很快的就由陈荣发老师，是阿虎棒的创始会员之一，同时也是高雄现代化学会的会长。那时候就提出说，好，那我们再要办一个高雄当代艺术展2。当代艺术展2的展览地点呢，就是选择在高雄阿普，然后同时在高雄的另外一个地点的那个串门艺术空间有办一些座谈。那在这个高雄当代艺术展2里面，他们谈论的就并不只是当代艺术是什么，他们谈论的是高雄当代艺术应该是什么。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呢，在这个简报你可以看到，放大一下。有点慢。好，这个简报我先讲。这个简报呢，基本是它的署名是李史东，但当然他我们都知道，就是李俊贤老师的这个笔名。那他等于是包含了李俊贤老师，然后甚至是许志贵老师，其实都有在民众日报投书了几篇去讲到底什么是高雄当代艺术。那在这一篇里面呢，这个体制外艺术行动这一篇里面，李俊贤老师更是就是提出了高雄黑化这个概念，就是说，当谈论高雄艺术的精神，高雄当代艺术精神的时候，他谈的就并不只是说我们这个是在高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来做艺术的人而已，他更想要强调的是高雄作为一个工业城市，作为一个海港城市，它在地的精神是什么，然后是不是应该是更粗犷的，然后可以更跟比如说当时高雄的工业污染跟城市地景是相关的这些批判跟论述。那这也是
首次，就是说我们在阿普画廊成立的时候，如果说那时候的探索是一个找到非传统的路径，那高雄当代艺术展2算是开始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某些论述方向，是想要将高雄当代艺术去形塑为一个以黑画为主的这个艺术风格。好，然后我们再来看199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2号公寓在高雄的阿普画廊做了一个本土性特展。那我们刚刚提到说2号公寓其实是1989年成立的嘛，然后像这样子的当时所谓的另类空间或者是替代空间，可以看到当时就有一些彼此的串联跟交流，所以2号公寓不只是在阿普这边做了一个本土性的特展，这个特展其实是同时在台南的高高画廊，也就是许志贵老师主持的高高画廊，跟阿普的跟高雄阿普画廊都有展出，所以其实在这个档案里面，我们看到的就不只是说阿普画廊自己本身有什么样子的展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当时就有一些这些独立艺术空间的一个连接跟网络是开始成型跟存在的。然后到1993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展叫做《流亡与放逐》。那《流亡与放逐》是现在北艺大的校长秦凯煌老师，当年策的一个展。那这个展在知名的艺评家尤维的之前写的刊物里面，他就有提到说，当然这个展览要回应的一部分是当时1990年代前半开始有公办展览，以及大量的主题式的展览。那这些展览，公办展览跟主题式展览最大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问题会在于说，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有这么大的主题去包装一个展览？然后所以是基本上是站在一个公办展览的对立面来去策划跟设想的一个展。那同样呢，这个展它其实也是在台北阿普、高雄阿普还有台南高高同时做展出的。所以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档案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有记录了《流亡与放逐》的这个展在台北跟高雄跟台南高高的这个展览现场。那其实我们在整理完之后，其实发现说，关于《流亡与放逐》还有另外一个档案，是一份简报。那在这边谈论的就并不只是说，主题式的展览是否必要这件事情，它牵涉得到也依然是在公家的资源的挹注之下，每一次的大型的展览，每一次的主题展览，能够让这么多的艺术家有资源，就代表一定有一群艺术家是无法得到这些资源来进行展出的。所以在这一个简报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标题是在美术版图上是被放出的。那这一个呢，由谢金荣撰写的，他其实是邀请了当时北美馆的馆长黄光南，然后去进行了访谈，然后同时也对陈海煌老师进行访谈，将两边的说法就整理成一篇报道。那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珍贵跟难得的资料。我发现我有点超时，好，我尽量快。然后在1994年呢，就另外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可以看到多媒体创作展。那这个多媒体创作展，我一开始以为说，怎么就1994年这个多媒体嘛？然后但是等到我打开他们的这个论述，这个有一个展览论述兼新闻稿。然后才发现，他其实有这边说，
就是这个多媒体呢，它指的并不是 multimedia， 是 mixed media。然后它同时也办了上下两个展，就是说上片跟下片他们分别找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具有洋味的艺术家，跟看起来比较具有台湾本土的艺术家，然后来去做对照跟比较。他们同时也讲了说，这个洋味跟这个本土味，就是并不是真的指你是不是有去国外留过学这样，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个展览去重新思考艺术的可能性，还有艺术的风格等等。然后在1995年呢，1995年是我刚刚讲的是阿普芒的最后一年这样。然后当然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的展，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提的是侯淑芝老师的这个不只是为了女人。那侯淑芝老师因为他前阵子才刚过世嘛，然后他也一直都是台湾的女性艺术家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其实展出的是他那时候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创作，就是他这个主题，然后他邀他的其他几个同学来针对这个主题进行创作与回应。那对我来讲，其实当然蛮有趣的是，虽然说也许只是个巧合，但是在阿普的第一年跟第二年，在高雄这样子一个充满阳刚气息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有充满女性主义风味的展览，我觉得是很难得也蛮感动的。然后在展览资料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一个是台北阿普的展览的资料是相对的少一点。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基本上也是按照年份，就是从1992年到1995年的每一档展览去安排列出来。然后除了有蛮多早期的这些重要前辈艺术家的展览的图像以外，其实还可以看到说台北阿普跟高雄阿普在很多时候的展览是会互通的去巡回。然后所以这也是在实际上他们怎么操作南北艺术家交流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两边的就台北的展览到高雄去展，那高雄展览到台北去展。那这个是有蛮多非常珍贵的展览资料跟展览史的资料，是大家可以再慢慢看。然后在展览资料看完之后，下面这个艺术家档案呢是我觉得其实也是作为画廊一个非常珍贵跟重要的资料。那我们这边是分成了代理艺术家跟展出艺术家。那代理艺术家是按照我们在这个目前资料里面所看到的几个艺术家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这就是所有全部的代理艺术家，要先澄清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是怎么样去保留每一个艺术家的这些资料。这些资料经常是以幻灯片的方式被留存的，然后所以在留存这些资料的时候，其实并不只是当成档案记录，他们也是作为这个画家或者是之后要推这个画家或者要展这个艺术家的时候的重要的参考资料。那在这边还有一个典藏品，我觉得是蛮特别，可以提出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也许等一下那个许志贵老师跟牧场老师再讲一下典藏品这个机制，但基本上是他们会会在展览里面去收展出的作品作为阿普的典藏品。那这个作用呢，不只是说我收这个东西而已，也是说借由收藏的这个动作，你其实就为这个艺术市场定下一个行情，然后其实就为这个艺术市场多了一个典藏的方式，那是推动市场一个蛮重要的手段。那在行政资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收藏阿普自己收藏的关于其他画廊的作品的画册目录，然后还有应该是从台北阿普才开始有的这个成长会员。那成长会员的有入会的规则跟表单，那当时的会员的分级制度跟像蓝钻、白钻是不一样的，然后是很有艺术气息的，有普普会员、达达会员，
表现会员跟极限会员的这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会员来决定那个入会费要多少钱。那档期记录就记录了阿普历年来的档期，然后但我最想要提的其实是其他简报。这个其他简报就是说阿普画廊其实收了非常多的简报。那其中有很大量的是艺术新闻的简报。那这个简报我觉得它珍贵的地方在于说，因为通常大部分的空间也好，团体也好，如果你收集简报，通常是跟你自己的展览相关的，跟你自己的成员相关的。但是阿普它其实也收集了非常多当时的艺术的趋势，当时的艺术评论相关的报道。所以对我来讲，看阿普档案的时候，它并不只是看阿普本身的发展，其实你可以借由阿普档案去知道很多当时的艺术趋势是什么，他们怎么样去理解，然后以及这些简报是不是跟他们怎么挑选哪些艺术家来展览，或是什么样子的关联。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去理解90年代初期的当代艺术场景的时候非常珍贵的资源。那再来讲到就是还有2楼，我们刚刚讲过大雅路64号的这个2楼的空间，现在是新兵码头，但是其实是在1993年的时候，它是由阿普租下来，然后办了盐城阿普这样，然后盐城阿普的这个地方其实它主要是作为教学、交流、聚会使用这样，然后所以听说有位之前去盐城阿普上课过，然后同时就我的访谈这边所得知的，当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企图或者是目的在于说，因为4楼的阿普画廊就是一个单纯的画廊空间，它要聚集，然后要交流，其实是很难的。那借由2楼的盐城阿普这个空间，它还有附设咖啡厅嘛，有座位区可以休息，大家反而是更可以去那边去交流，然后去谈艺术作品，然后让阿普这个地方也变成了一个不只是画廊，而是一个交流跟聚会的空间。那盐城阿普的这个2楼的这个空间呢，在1995年阿普结束营运之后，变成陈荣发老师的个人的工作室，然后基本上也是保留了那个时候盐城阿普的空间的格局。然后在1997年，就是阿普结束2年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决定他要移民去加拿大。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群高雄现代画学会的会员去帮他去这个2楼空间帮他践行。那席间呢，他就谈到说，那既然他要移民了，是不是这个空间可以让现代画学会其他会员接手？那这个就变成了后来新兵码头成立的契机。看这边，这里好。那新兵码头。当时帮陈荣发老师践行的这些会员，主要虽然说都是，大部分是几乎都是高雄市现代画学会的会员，可是你要成立一个空间，你还是需要资金的嘛。所以在需要资金的状况之下，他们其实是不只是问高雄现代画学会的会员，也去问了说，非画学会的会员有没有兴趣一起加入新兵码头，来一起营运这个空间。然后后来有少部分的非画学会的会员，但是基本上新兵码头成立的时候，最初的目的就是让这些画学会的会员有地方可以交流、可以聚会。然后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营运到现在。然后所以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是33个创始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这33个创始会员作为应该说新兵码头作为一个合作画廊，它其实也需要相当的档期来去分配33个会员里面要怎么做。然后所以我先简单讲一下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档案呢，其实是来自于新兵码头艺术学会，就现在的新兵码头空间的经营者。
他们提供的。那他们提供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展览的资料，包含展览的 DM， 然后展览的论述或者是文宣的影本等等。那我们做了少部分的DM 的数位化，不过大部分的文宣的数位档的提供，其实是由新兵码头去提供的。然后在这个，我想说，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用档案来去看新兵码头整个发展的这个历程。然后我们现在这边是收了1997年到2007年的这些展览的档案。那之所以会设定这个时间，是因为新兵码头早期跟高雄现代化学会是相当紧密的，然后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他们新兵码头进行了改组，然后也正式2009年正式成立，所以就是从高雄现代化学会正式脱离，所以我们先把前面10年这个非常重要的去形塑新兵码头的空间精神的10年档案先整理出来，那另外一批2007年以后的档案我们会之后再整理。那1997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这边的档案之所以跟阿普画廊的档案不一样，是照档期分配，是因为这其实就基本上是新兵码头最一开始的时候的运作的基础跟机制，就是他们按照档期的时间来去排，哪几个会员要在什么时候展，就对他们来讲，档期这件事情，其实才是他们最一开始去排序。会员展览的一个机制跟原则。那在开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开幕人气展的邀卡。然后这个邀卡我觉得是蛮有趣，可以呈现当时的新兵码头希望塑造的印象。所以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写着在它的背面呢写着人马汇集海线精神多元艺术红酒咖啡艺术。那正面这边写着人道义道厚道人气骨气义气这样。那这其实是蛮可以显示当时那个高雄艺术家他们的那一个精神到底是什么？这样跟显然是跟北部那种稍微有一点精英意识的感觉是差蛮多的。那除此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到，他们开幕人气展的新闻稿。那新闻稿就相对的简单，但是就介绍了说新兵码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空间。然后他是说有其实33位，但是大概就写了一个30位共同筹组的新兵码头。然后虽然近年来画廊也很不景气，这群现代艺术家仍然勇气十足的合作完成这间画廊。那这个的背景其实就是大概在1995年开始，高雄其实非常多的画廊是倒的倒，关的关，然后几乎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展出了。所以新兵在1997年成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蛮大的现在回头看是一个蛮大的功能，是去承接了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很狭小的艺术空间，然后为他们撑开了一个天地，让他们可以去做展览，可以去做实验这样。然后他说新兵码头的空间很大，一次可分成3间展览室，还有咖啡座跟休息空间。那这个3间展览室就表示说，他们一个档期可以最多有3个展览同时举行，然后办了34个展览。然后所以你要说新兵码头他们号称自己是这个最生猛活跳的艺术空间的那个生猛的能量是什么？活跳能量是什么？其实就也在于说，它可以1年竟然是可以办到34档展览，然后让你每一次去，你可以在每个展间看到不同的东西的这一种新鲜跟刺激感。那刚刚说一次看3个展览，其实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宣品上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像这一个他们是因为是同一个档期的展，所以同一个档期他们就是共用了一个宣传文宣。然后这个档期的3个展间分别是艺术公投、500元台湾美学跟美感4人展。好，看不到就我们看小图就好。
那像这一种，因为是3个展间的状况，所以其实新滨码头也蛮尝试透过企划的方式，让这3个展间不至于好像在各自展各自的，而是说虽然各自有各自策划的主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有互相的关联跟联系，让大家一起去看。然后除此好。那1997年成立之后呢，其实因为一开始是每个人都要缴钱到公积金，但公积金很快就用完了嘛，就是你可以想象1年要办那么多展览，其实是很快就消耗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呢，在1998年，因为营运的基金不够了，所以新滨就办了一个美梦成真，就是新滨的捐画展，等于是让新滨的成员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卖，然后卖出来的钱可以再回去作为营运的资金。好，今天的网络有点慢，我们就稍微抱歉。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可以看到1999年1997年跟1998年是新滨非常用力的在做各式各样的展览，个展啊、联展。然后1999年开始，好像终于有一点点空间跟弹性，是让它可以比较稍微用玩的方式去做了。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办了一个叫做新滨老兵红豆串冰的这个展览。然后它其实在提案的时候就叫做新滨会员成就展。这样就是说，让大家也是把自己的作品都拿出来，然后作为一个集体的印象的展现。然后接下来呢，是1999年，除了刚刚讲的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是跟台南艺术学院造型研究所在新滨做了一个无光实色展。虽然说其实这个展览在这个档案里面也就这么一张图片而已，但是我想说可以跟稍微带到的那个背景是说，台南艺术学院造型研究所其实是1996年才成立的，然后1999年创作发表，就是我估计起来也蛮有可能是非常早期，是学生的一个成果展，然后这个也是新滨码头第一次开始跟学院合作的展览。然后呢，在1999年的这个8月，就是我们其实是看到说6月有了这个新滨老兵红豆串冰，然后7月的时候有这个无光实色展，然后到8月完新就是更大的是办了一个非常服装秀。那这个非常服装秀就是其实也蛮有趣的，就从这个我就不点进去了。从这个新闻稿里面可以看到说，它其实是在于，因为以前在夏季的时候，通常很多画廊会休息，然后他们的这个的策略就在于说，在这个画廊休的淡季，他们可以出来，然后逆势操作，然后带一点新东西给大家。好，那关于前面几年的这些展览的档期跟安排，其实是由新滨码头的工头，就是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叫做工头去带领的。那这2个工头呢，其实也都跟高雄现代画艺术学会有非常深的渊源。那可是，在2001年开始，新滨码头就迎来了第一个不是现代画学会出身的这个工头，叫做郑明全。郑明全同时也是我们一开始提到前卫艺术推展中心的创始人梁任宏的一个好朋友。那我想我们就直接看2001年以后，这一个非现代化学会的工头，他带来什么样子的改变？那他其实在他的就任后的第一档展览呢，就做了一个破天荒大义卖。然后在这个破天荒大义卖里面，除了说一样是要解决营运的资金的问题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在这里面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就是他要把新滨当成一个公共财来营运。那之所以他说要当成一个公共财来营运呢，也是因为在2000年底，然后2001年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收到了
有国家艺文基金会补助的空间的营运经费。那也因为收到了这个由国家出资的补助，让他们重新去想说，是不是要把整个空间的营运进行调整，然后所以出现了公共财的这个论述。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当多跟外界的合作，包含是跟学校的合作也好，然后跟新乐园等等的空间交流展也好，然后甚至他们也开始做了国际的邀请展，然后去邀请了包含香港艺术家在台湾驻村的，或者是邀请的法国艺术家来做个展。那这些档案呢，也都在大概在2001年到2006年之间，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发展的状况。然后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再快速讲完，然后我们就可以请两位老师上台的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在高雄阿普的那个高雄当代艺术展2里面提到了。那时候有李俊贤老师提了说高雄的黑化论述，然后在新兵码头的时期，李俊贤老师一样，跟郑明全老师合作，是把这些论述再进一步的完善，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办了一个黑手打狗工业高雄的展览，然后在这边其实是我觉得蛮大程度上的。把高雄当代艺术的精神跟海港城市还有工业文化，然后跟蓝领文化的这几个文化底蕴做结合，来为高雄的这个城市，就不只是城市，还有包含的艺术文化做了一个定位跟奠基，这样。然后是蛮不好意思，我就是有点超时。然后但是我想，因为新兵的档案。这一次是做第1阶段，那在之后第2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再办一个分享会，然后会更细致的来谈新兵的这些档案。那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于说，从2001年开始，由郑明全老师去领军新兵码头之后，其实新兵码头就已经从本来的合作画廊式的这种经营方式，转向了一个更跟高雄的在地的地景，跟高雄的城市的风格，或是高雄本地的文史结合的一个取向。那这个取向其实到今天我们都还蛮看得到新兵码头是如何在持续的操作，包含他们如何继续跟在地的社群做合作，办小型的讲座跟交流等等，这样。那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阿普画廊跟新兵码头的档案放在一起看的话，其实蛮能够看出高雄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些轨迹跟变化。那也是这一次我们之所以把2个档案一起上线跟一起介绍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木城老师跟阿贵老师一起上台聊聊，然后也请那个阿达老师帮忙主持。非常谢谢怡君那个 AA 的主持人邀请我来，我看到这2个档案上线，因为之前也跟他都有所联系那觉得看到这个数位版的上线，其实觉得非常的兴奋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这档案遗迹冷冰冰为什么要这么兴奋呢？那其实这个档案上线对于这个研究者来讲是一大福音我觉得尤其他之前如果以这个比如说艺术空间的研究，通常都是一个比较访谈式的，或是比较片面的。那今天有很整体的这个档案的一个数位化，然后上线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或是这个结果，我觉得会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进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被跨上但是刚刚在那个怡君的这个分享之下，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如果到里面这样依序看，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会令我们觉得有兴趣的一些节点，比如说女性的这个画展比如说我们以前都说阿普是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推动的推手，但是究竟它的
样貌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这种临场感。那借由这个数位档案的这个上线，我觉得那个临场感会更重。好，那当然为了更加强那种临场感，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这个许志贵老师，还有那个木产老师，也就是陈茂田老师。如果大家在档案里面会看到陈茂田的话，就是木产老师，来现场为我们分享，在这些档案跟档案缝隙之间，的这个不为人知的，深层的，非常生动的一些当时的过程，会让你有这个当时人就在现场的感受，因为当时他们人就在现场，而且是主要的人士之一这样，所以在待会老师他们分享之前，我大概占用一点点时间来说明一下，当时阿普画廊跟这个北阿普还有这个新滨码头艺术空间的这个深层的经济、政治跟时代背景，稍微讲一下。好，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在档案里面观看，我们没有办法观看出究竟那时候为什么会生成阿普画廊，为什么会有前卫艺术，为什么会有新滨码头艺术空间的成立。好，那从经济上，从政治上来看就比较简单了。1987年的这个解严，到之后的报禁，到所有的这个开放大陆探亲，这个在政治上已经趋向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过程。那在经济上更是精彩，这是我想这个是老师他们待会可以分享一下，什么契机想要去成立一个画廊，这可能其中除了推动艺术以外，可能会有一些赚大钱的想法，对不对？有吗？确实有赚到。等一下我们老师这个先这个hold 一下，我们待会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说，大家可能在1990年代，那个台湾经济那个股票上万点。好，那上万点是很可怕的，就是大家都不上班，都在玩股票，所有人都在玩股票，所以这个经济背景稍微待会谈一下。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请两位老师来的这种档案间的临场感，这个待会我们在过程也会谈到。另外一个会谈到一个地缘关系，也就是说高雄会发现很多参与的人士，他可能是从这个台南过去的，这种地缘的关系，比如说阿贵老师就是当时台南的代表之一，虽然他也是高雄，也算是高雄人啦，那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在1990年代初股市上万点的时候，这个当时有个称法叫，我看这个财讯杂志它上面写也是 ROC。中华民国 ROC， 但是它是 Republic of Casino， 就是钱太多，所以都在赌诸葛亮会出国，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些经济发展。那再来就是其实1986年86年，我讲一些数据啦，给大家有一些经济发展为什么到这么厉害的一个过程，就是1986年股市是1000点，那1990年的股市是12682，也就是12082点，那这个期间所拉开的那个金钱啊，这种采购啊，或是这个社会上的铺张啊，我想待会老师们因为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相信也可以分享一些你所听到的一些。怎么奢华，怎么夸张的一些经济行径在画廊里面这可能也是他们想开这个画廊不爽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钱其实是流到他们所认为比较传统的艺术那边所以这个也是你可以看到后来开的这个新滨码头，其实他们比较承担的是所谓的替代空间的这个概念，而不是一个画廊的概念。这个在思维上成立的思维上，其实就有它在目的上的差异性。好，那再讲一个股市上万点的一个画廊的奇迹，就是
当时的这个阿波罗大厦盖好是1978哈，那在1990年代也是刚刚我们讲的上万点的这个时间点上，它到了49家，也就是快50家的这个画廊，在一栋大楼里面，也就是忠孝东路的阿波罗画廊大厦。好，但是到2003年，好，它就剩13家。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切到阿普，切到新滨码头，刚好可以做一个经济上的对照。好，那因为绘画我们把它当成一种货币或产品的话，其实它是最敏感，对经济发展最敏感的一种对象，好，一种产物啦哈。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可以看到，1995年阿普计划性的退出市场，就觉得他们很聪明，好，然后1997年再由这个新滨码头成立这个所谓的替代空间，也就是虽然想卖，但是不是以一个画廊概念成立的，这个也是合理，好，因为到2003年整个一直在往下降的过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画廊倒的倒，所以如果他们在坚持这个以画廊形式的话，可能也会丢党凶了哈，受重伤。好，然后政治背景就是1990年代的这个学运呐，好，1996年的总统大选，所以你可以看到新滨码头在1996年所做的一些，1997年所做的一些李俊贤啊、陈水财他们所创办的展览，刚刚怡君所分享的艺术公投啊，好，然后攻击候选人哈的那个时代，其实都是因为这些政治跟经济时代背景所生产的。也就是说，之前其实是政治热，经济热，好，那政治热当然一直维持着，好，因为1987开始开放之后，不管是学运世代啊，或是这个政治上的所有改革，其实都让台湾有非常热的一个现象在。好，那1996年到2003年，还有另外一波的这个所谓台湾科技的一个热钱的发展，所以在画廊那边还有撑过一阵子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前期也就是如果以整个地缘的经济圈来看，就是阿普画廊，好，然后老师开的这个高高。好，还有杜兆坚老师开的这个新生态，好，所以这些就构成了那时候对市场的一个回应的艺术界的，或是说艺术产业界对于市场经济的回应。好，那我的分享大概这个背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让更多的时间让当场的人士来跟我们分享。那我要提的一些问题，就说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当时你们开始谈论到要成立阿普画廊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好，为什么想要用卖画的形式？为什么要用团体的形式想要集结这个力量，在这个高雄？好，甚至为什么不是选择宜兰？对不起，台南讲错了哈，宜兰是我的家乡。为什么不是选择台南？这个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成员来的。其实台南人居多，好，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是不是请阿贵老师这边先分享一下当时开始的契机是什么？大家为什么来谈这个？可能好，我来讲会比较清楚。好，首先感谢亚洲艺术文献库的专业以及用心啊，我其实离开艺坛大概有20几年，啊，那个是一种怎么讲，一种灰心呐。我已经20几年不看展览，没有再跟艺术圈接触，那是因为，当然也是因为以前阿普成立，然后经过那一段时间，然后后面的演变，其实让我心灰意冷了。所以拒绝看展览，也拒绝展览，也拒绝被收藏，
就是看完真的是百味杂陈啊。那当初怡君邀请我来，其实我是有点排斥，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出现在公共场所，所以在这边我其实是非常紧张跟不自然，因为不太习惯。其实当初阿普成立是因为一个偶然啦，其实是因为我在高雄一个百货公司，无意间看到一个非洲文物展，那以前看那些东西只能在书本上、纸本上看到图片，第一次看到那个原物，让我惊为天人非常震撼。我也买了一个面具，跟我太太发誓让我买一个，那才5000块。我跟我太太发誓，你让我买，然后1年以内我不买东西。当然太太被我拐了，然后买完以后，我就在想，就跟那个主办单位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工作室再办一个大型的，因为他百货公司它在一个楼梯间一个空地一个小型的一个展出。那我跟他说有没有在更大的一些物件，可以在我工作室，就是阿普的前身，然后他们也答应了，然后那个展完以后，我就开始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空间常态性的展出？等于是我开始萌生出，我应该可以办展览，因为那次展览算很成功，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常态化？然后我就把这个构想找陈荣发，因为那个非洲文物展，我们2个一起合办。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单身汉，没有钱，我不太敢办，因为那个活动或者要花钱，我没有把握，所以找陈荣发说我们2个是一起办。然后我再把这个构想告诉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常态性的展出，然后取得一个共识。他说：“这个主意很好。”然后他就说：“但是我们2个人力量还是不够。”然后陈荣发因为有跟那个叫什么组织？南台新闻阁的成员，所以是借由陈荣发再去找严鼎生跟黄宏德，那这样一沟通，他们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应该要在那个年代，那个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没有舞台，你要等待公部门，那个是很缓慢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找了许志贵，那时候我其实不认识他，因为我太太跟他是以前在高中是，高雄的那个救国团的学生队，我是透过我太太才认识许志贵，然后我太太跟我讲说这个人很义气，可以当朋友，所以我也找许志贵谈。然后他当初从纽约回来没多久，他也说他有这个念头，他想要在台南，他也想，其实是一种不约而同都有这个念头，刚好我们就这样促成。其实阿普在成立其实经历过很多坎坷啦。我印象中，即使应该有开会有超过6、7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开，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空间，然后怎么运作。之所以开6、7次，是因为会碰到很多关卡，当然一定是第一个是经费，然后为什么要开？在做一种交流交换经验。其实如果是7次，因为这个实际数字我忘了，如果是7次的话，我们在第6次其实已经决定要放弃了，因为有一些关卡没有办法克服，比方说，好吧，我们如果开的话，假设要开一定要开3年，开1年结束年，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想说，如果要开的话，如果它能够成立的话，一定要3年。然后我们要把这3年所有的行政还有展出费用，一定要一次凑齐。然后就是碰到这些经费的关卡，其实已经快要把这个主意打消了。
最后就是这样慢慢的折中，要不然我们用分期付款。当初是要求里面的成员，可能好像一次要拿出，我印象中要拿出20万吧，其他成员也不是说没有问题，那其实问题最大在我，不要说20万了，1万块我也拿不出来，所以当初就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比方说，那我不用缴钱，我把我那个我拥有的空间让出来，第二个我要在画廊服务，所以我在阿普画廊刚开始的第1年只有1个人，所有的清洁布置，还那个请帖设计，还有现场，还要送文宣资料到各大报。就只有1个人在做，等于是我要付出的那个经费，大概当初是这个因素了。接下来我们就请阿贵老师来谈谈你加入的，他邀请你的木材老师邀请你的时候，你的一些想法，因为你那时候也回国不久。我是1989年从纽约回来，1990年，其实我个人是蛮活跃的，我回来大概就不停的展览，是有一次他们那时候阿普还有一个成员叫曾英栋，曾英栋。那时候我跟他还不错，他是邀我说有一群人想要在木产的工作室，要成立一个展览空间，他们那一天要开会，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了。他说你从美国回来或许可以给一些意见，所以我就跟着去了。结果跟他们谈还不错，因为那一群人有一个黄宏德很爱喝酒，我也喜欢喝酒，所以黄宏德我只是喜欢跟他喝酒而已，其他都不喜欢，后来大家也聊得还不错，就像木产讲的。其实这几个我们成员开创有7个人，只有一个不是艺术工作者，不是创作的，他是在台南文化中心工作，其他6个都是艺术家。跟艺术家做朋友可以，绝对不要跟他做生意，因为有时候谈事情常常会一件事情会变成10件事情，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会出现，所以说谈到后来几乎都要泡汤了，不过还好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理念，虽然刚刚阿达有讲到，90年代台湾钱银卡巴钱很多，艺术画廊也很蓬勃，可是呢，全部都是我们现在叫前辈艺术家的市场，其实当代艺术根本连展览的空间都很少，台北大概还有2号公寓。这一些替代空间，一通，其实也没什么市场，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说，那我们就成立一个画廊。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叫阿普画廊，不是叫阿普艺术空间？我们一个想法就是要为当代艺术找市场，建立市场。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说实在这些当代艺术家，包括现在你说杨茂林他们，也其实
阿普也有帮过忙，这样慢慢的，其实我们在阿普这样经营1年，我开始有一个想法，你在高雄，你再经营个10年、20年还是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整个媒体都在台北，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应该要到台北，是有一次到诚品画廊，以前我到台北我都会去诚品画廊逛一逛，那时候经理是何春环，有一次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我们阿普画廊虽然在高雄经营，可是呢，我们那时候很重视每一期的展览，我们都要在杂志，那时候就是艺术家或是雄狮登广告，而且我们的邀请卡都会设计得很好，都是木材设计的比较多，会形成一个这个画廊好像不错，大部分有这种印象的是因为没有去过阿普画廊，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你是靠宣传，所以北部很多画廊也知道阿普画廊。所以我跟何春婉聊天，我说我们想来台北，阿普画廊要到台北。他说你要来，我就跳槽去当你们经理。我听到这一句话，受了很大的鼓励，然后就开始写一个计划案，怎么样去成立阿普画廊，北部的阿普画廊。而且我们是要成立一个公司，阿普艺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真的有登记，也成立了公司，这个之后我再讲，在这中间呢，台南，我成立了高高画廊，其实高高画廊并不是我想要成立的。这个也是受了刺激，因为那时候有阿普画廊，还有台北准备成立阿普，高高画廊是因为我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得罪了陈辉东，后来他告我，而且他放言说，让我在台南没办法生存下去。因为我姐姐有个建设公司，那时候我后台很硬朗，我姐姐很生气，她说我们就成立一个画廊，她不让你生存，你就生存得更好，所以才会成立高高画廊，我先讲到这里。好，那我想说，我们好奇的是刚刚。怡君有提到说，你们有所谓的会员制，有所谓的这个艺术家代理艺术家，那这个部分是怎么形成这个想法的？可不可以请2位看谁来回答一下？我可以讲。这个会员制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一个总经理。那个名字我不要讲了，因为他还活着当然你们查可以查得到了。他原来也有开一个画廊，因为他是我们阿普画廊就成立公司以后最大的股东，他有5个股东，我们那时候1股65万。等于他那里就占了300多万，所以就理所当然，他自己也推荐自己要当总经理，那时候何春环告诉我，说他把他以前画廊的作品，就是要他们在阿普拿出来卖，
啊，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比较积极，爱管事，啊，我就直接跟他讲，啊，我算是董事之一啦。其实我们那时候艺术家没有拿钱，啊，那个叫做原始股，有提供一些作品，其实我所谓我有2股是另外再加2股是现金股，所以我也被选为董事之一。我董事会我就提出来，我说你不能这样，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当总经理，我说阿普画廊是一个有原则的画廊啊。我顺便提到阿普画廊，各位可以看到，我敢讲，我们那时候每一档展览都是很好的，我们所谓的策展人制度，搞不好也都是阿普画廊那时候建立起来的。我们那时候是所有的展览要7个原始阿普画廊的7个股东全数同意，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用沟通，我们不是用投票的，沟通到每个人觉得这个展览可以办，然后我们就办，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展览都是，还具有水准之上的。后来这个总经理一见小登上去，他就宣布退出阿普，然后把他300多万拿走，我们这个是等于是每个月的一个我们阿普要运作的一个经费，所以一下子少了300多万，这个现金，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了一个会员制，这个会员制刚刚各位看到有4种，最低好像20万嘛，最高120万，会有折扣的优待，而且他们会员是1年缴1次费，你这个缴费的可以买作品，这个有2个作用，第一个我们马上有现金可以周转，第二个我们的展览都可以卖，因为他们1年内要把这些钱消化掉，如果他这1年没有用掉，不能到隔年再用，所以变成阿普画廊其实以当代艺术是最有市场的，其实市场也有一点假象啦，是用这种会员制把它变成有市场，还有我们的股东，其实我们的股东我们当初我到现在还是很感谢，因为这些股东我不是很熟，尤其很多都是中北部，大部分都是林文强拉来的，林文强呢，以那时候台湾有2个，比较接近当代一点的，一个黄明哲，一个林文强，而且2个都是市场非常好，认识的企业界的很多，所以林文强拉了很多人进来，他本身也是阿普的成员之一，他帮了很多忙，这个就是靠这个会员制帮阿普度过第一个现金的资金的一个难关了，大概这样。关于代理艺术家的部分，代理艺术家其实是为了我们原创，我们刚讲原始的成员有6个都是艺术家嘛，我不好意思说了，其实我个人市场是还不错，还不错，不是很好啦，其他也没有那么好，我想说，因为阿普现在等于有资金嘛，
让艺术家能够随着阿普一起成长，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就用这种制度，每个月可以拿一点钱，当然要作品给阿普，所以我们阿普关的时候，这些成员的作品比较多，不过另外一个它有一个约束，因为你有代理的身份，所以我们那时候阿普并没有禁止阿普的艺术家、代理的艺术家不能到外面展览，不过要5% 交给阿普。也就是说，你去外面跟人家谈条件，你展览是55分，你变成你拿到那个5，你还要再等于0.5再给阿普，回馈阿普，就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还有就是说，刚刚这个老师有提到。木材老师有提到说，他一开始就是这个发想的人啊，所以也邀请了后来的参与的这个股东们。那也在第1届的，我本来是想说，历届有什么经理人？老师在那讲，我要倒讲，历届有什么经理人？这不好讲，没关系。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算第1年的这个。好定兼共建的啦哈，那后来当然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档案给这个 AA 这边来形成一个数位化的过程。相信你个人的摄入跟情感的那个过程其实蛮深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整个过程？因为刚刚我们私底下在闲聊的时候，老师说有一些。蛮有趣的一些过程里面的细节，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师就是来分享一下，一些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在阿普画廊经营的过程里面的这个甘苦谈，是安内讲吗？老师，我顺便其实也是跟着阿达老师的问题一起问，就是说，当然我们在收档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看到一批是盐城画廊。就是说，在阿普画廊结束就4楼这个空间，后来又做了这个盐城画廊。然后那老师刚刚也讲说，你已经就是收山很久了。那从阿普画廊到盐城画廊，因为盐城画廊严格说来并没有算在这一次阿普的档案里面。那他们中间有什么样？就除了您本人以外，还有什么样子的关系？然后从阿普到盐城中间的这些变化，是不是也可以顺便一起讲一下？等于阿普画廊那个地址，高雄市大勇路64号。从前卫艺术中心，就在那边。前卫艺术中心结束以后，我变成个人工作室，然后再成立阿普画廊。然后结束以后，我忘了过几年，我又找几个年轻在地的艺术，又成立了一个盐城阿普画廊，不是盐城画廊，等于是在那个地址所发生的各种不同团体的那个加入，我几乎都是在其中，那所以对那个地方是情感其实是很深呐，因为这种很深，相对于后面的人来接，或者是那个时代氛围，因为情感很深，所以相对的会很多不满。我的意思说，慢慢来，其实已经失去了替代空间。虽然其实我们是叫做严格来讲，定义的话应该是合作画廊。我们只是把替代空间让它导入，因为当代艺术你毕竟要去融入整个社会大环境，那等于是可能阿普是唯一有想要往那个地方去努力的，因为这种物换星移，所以我慢慢的是开始去排斥跟外面接触了。
那其实可以谈到，比方说那个我们的，刚才怡君在那个简报里面有谈到，我们那个审查制度，我们规定要30岁，啊，因为我们在彼此参与聊天当中，很多发现他读本科系毕业，他们发现大概过了5年，几乎比方说过了2年，可能班上本来假设10位。可能只剩下4位，还在那个他的原来的位置。如果再过5年，可能1、2个；再过10年，几乎全班覆没啊，或者剩下零星的啊。所以我们就要求，如果一个艺术家他离开学校，然后大概能够坚持个10年，大概我们就可以去发现他的诚意度够了。然后他如果在30岁他还想走这条路，他想要改行也很困难。好，所以当初是这样定的。啊，然后那个评审制度，几乎阿普青年里面对艺术有某种程度的洁癖啦。啊，因为有很多那时候从国外回来，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看人名，不看身份背景，啊。不看你是有没有出过国，就是看作品本身，啊，去投票。我觉得这点到现在还是蛮自傲的，啊，其实有很多可以谈啊。那突然之间，我先谈这样子，突然之间我还有一些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谈起，那我想说，关于就是顺着老师刚刚分享的哈，就是说这个提名是由申请者自己申请，然后你们再就是讨论呢，还是说你们里面会有，或是两者并行，里面的成员去提出来这样？都有。好，那像这样刚刚怡君有分享到的，就是说那一个女性的展览，好，那个其实我们刚好可以作为一个档案冰冷跟这个在场者分享的作为一个案例哈，就是说为什么会形成那一档的展览？当初的想象是什么？这样，包括后面的那个摄影侯淑芝老师的那个展览，这样。阿普的展览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刚从国外回来的创作者，很多都是第一次在台湾展览，然后不是在台北，是在高雄的阿普。然后，当然是因为以前的刚刚开幕有邀约一些艺术家，刚好她是女性，然后因为那时候阿普开幕，其实很多从中部、从北部的艺术家都会来阿普看看、聊聊、坐，然后无意中就促成了那个女性艺术主义的那个座谈会。我还记得啦，啊，因为当初有在讨论，其中有一个项目，比方说，他们觉得在台湾，或者可能不止，应该说在那个女性主义盛行的之前，发现很多女性艺术家，他们会在以男性为主的，我说现在啊，这个是一个后设。为主的能够生存，是因为他的作品其实还是带有阳刚，好，还是带有阳刚，好，等于你要被这个圈子认定，你的作品其实是呈现一种霸气，其实就是阳刚了，或者有与会的女性艺术家，他们有谈到女性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被塑造成什么样才叫做女性，比方说可能穿裙子。可能你用的色调，你要偏向一个女性的，然后女性不能爬树，男性怎么样？有一个在那个比较不是多元思想的那个年代，被划分得很清楚。我记得当中好像有讨论到这个了，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他有持不同的那个观点，那应该在那个收集的文献里面，大概有比较详细的。那我想说，老师，阿贵老师这边对于这个营运上面，好像都有他在里面特殊的一些看法。那关于
1992年的时候的那个整个股市往下跌，跟后来阿普画廊为什么会决定？当然会提到那个是提供一个时间背景，不见得说它就一定是那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讨论到要结束阿普的营运？可能那个阿贵老师先讲，然后也可以提供一些你那一个方面的想象，这样。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学校专任老师，台南家专呐，虽然说是，其实整个阿普他总经理我是高雄、台北我都要管，几乎每个月我都要上台北，常常这样跑，身体上很累。有时候大概每个礼拜都要往高雄，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没有，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就是我们那一些创始人、艺术家里面有几个。比如我们刚刚讲的代理制度，然后你要5% 回交阿普，可是里面大概有2个艺术家是坚持不交的，你2个不交，其他人对其他人我们就不好交代，还有就常常会有意见。我觉得有一点身心俱疲，刚好那时候，陈水扁在台北市当市长，接管了华冈艺校，陈时梦是副市长，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去当校长，后来我去了。我想要去也是有一个借口，我可以把阿普停掉，因为我不可能又当校长又继续阿普那个，那时候其实因为阿普是经营的，虽然不是很赚钱，维持是可以。其实那时候已经当代的。风气稍微有炒起来了，比如像那时候我们台北阿普在2楼，1楼就是地门，那时候地门有谁？有林天明，有耿桂英，那时候都是职员，慢慢的，像还有一个台湾画廊谢淑珍。这些都是后来成为台湾艺术界蛮重要的画廊界的，可以讲画廊界，我不敢说这个绝对受阿普的影响，应该会有影响，那还是让这个对，从你的角度，因为结束。总是要大家赞成才能结束啊！不是讲老师刚结束。那我想说，听听那个木禅老师分享一下，就是说，那当初其实也算是不能讲多顺畅了，但是像刚刚阿贵老师讲的，嘛顺啊，没有赚大钱嘛是顺啊，而且有推展自己的理想。那木禅老师当初就说，萌生这个也结束也好的这个概念是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这样。那个结束的艺术，除了阿贵老师讲的，还有一个当初，比方说我们在讨论为什么要成立阿普画，那个时候其中有一些要面对的，就是说，其实艺术家不需要也不应该出来去经营空间，那个不是他那个身份所必要做的。但是那个时代的氛围，你是被逼的，艺术家要自己去找空间，要去发声，其实是被逼的。
然后因为经营画廊以后需要行政工作啊，这个因为那个阿贵老师他这方面能力很强，所以大家会公推他去做总经理，去整个负责营运。啊，那营运过程当中，因为出现了所谓的利益关系，这个是也种下了画廊要结束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提的，艺术家本来就不需要去经营空间。然后我还是印象很深刻啦，因为当初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预测，就其实在1995、9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一些崩势，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要不要那个继续经营下去，其中有考虑，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有一个结论，大概在未来5年，就是1996年如果结束，未来5年应该爬不起来，结果我们算错了，因为不止5年，超过10几年，这个我还是印象很深刻。那因为这个整个从阿普起到阿普末，然后后续在南部有出现了很多，在高雄或者甚至或者台南出现很多替代空间，刚好有一些因缘机会，我都有跟他们谈，因为那时候其实阿普结束，心里有一些落寞了，所以有新的空间成立，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没成立，有那个构想，所以我就跟他们谈。那谈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以后你们会面对什么问题，其实都有预警啦。因为他们当初只是热忱，很多这类南部的这类空间结束了，他们也想要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些忠告，那很不幸这些忠告一样在持续发生，这可以印证艺术家不适合当画廊的主持者。好，那大概我想时间也差不多，要观众提问还是什么吗？有这个流程吗？本来是有，如果还没有超时的话是有。但我就是怕只看，如果几位老师等一下，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随意，如果好，对我现场提问有没有？现场好，那个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刚好比如说1983年那个时候北美馆成立之后，然后那个时候美术馆成立，其实好像跟当时的替代空间的生态其实有一种蛮暧昧，可是好像又有点在立场上有点对抗，我不知道，或者说有点想要跟美术馆的路线比较不一样，就是有这样子的作为替代空间的一种态度这样。那我不知道，像是刚好在1994年的时候，高美馆开馆，那刚好也就是阿婆画廊的差不多在要转型跟结束跟转型的时候，那我不知道说当时就是2位老师对于当时特别是在南部就是这种替代空间的生态，究竟艺术家是怎么样看待美术馆这样子的一个机构？高雄美术馆刚成立它也不是走当代的。如果所谓的当代，大概就几个人，我们都可以数得出来。明讲就是洪根深、陈水财、苏信义，大概就这几个了。当然那时候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抗争就是那时候一个叫袁世健，黄才郎在当馆长的时候，是台湾的他做了一件很大型的类公共艺术，是抄日本那个关根生夫的作品，很类似，几乎90%几是雷同的。那时候我也有写文章，
也有上广播电台去讲，所以黄才郎大概10年不跟我讲话，不过现在我跟他关系还不错了，我觉得不是阿普画廊在对他的一个要去调整高美馆，那时候是高雄市整个南部的艺术界有一点一起想要去把它导向一个比较当代的，因为我们这个不敢讲阿普的力量，因为这是整个艺术界的。谈到这个，我身边，因为现在还记得，我怕等一下忘记。我从南部上来，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就是百味杂陈。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资料其实30年前，的资料，他其实第一次在北部出土，在台湾的北部出土，那相对就是说，怎么没有在南部或高雄？所以我趁机忆，我还记得赶快讲。阿普结束以后，其实美术馆也有想整理地方的艺术史发展，尤其在画廊这一块，有委托一位艺评家，整理。是美术馆委托的，然后他把它整理完以后上交给高雄美术馆，那高雄美术馆发现它里面都没有谈到阿普，主动要求他补述，所以那位写艺评的他借由他的助理，私底下就打电话给我，说抱歉，我们那个疏忽了。我必须老实讲，那个不叫疏忽，那个是恶意漠视，那后续，高雄美术馆还有办了一些类似高雄画廊巡礼，然后里面所呈现阿普的资料其实也不多啦，但是从来没有人来访问过我，因为资料大部分都在我这边。然后大部分就是他也没有贬啊，因为没有办法贬，他只是很轻松给你带过。还有后续很多有关于在谈高雄地方史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被刻意的抹视，那这些是有原因的，因为当初阿普在高雄成立。因为我们的对艺术的洁癖，对艺术的那个展览的品质的要求，我们是一种投票制，因为这个投票制让很多在地的艺术家，老实说，几乎100%了，没有被邀请，然后我们在南部的，比方说像许志贵还有我们都其实很多圈内朋友。在高雄市的，你其实无形中就等于得罪了，那这些因为没有被邀请，形成对阿普的一种不同的眼光跟态度，也逼使这一些人在另外一个画廊，其实一看这个展览就知道，他们被逼到那个地方，然后再办一些展览，其实是要跟阿普呼应。阿普呼应，那其实我们以整个美术史发展，这是其实是好现象，因为需要有不同的多元的声音，但是有一些充满恶意啦，甚至他们对就是会在报社成立了一个类似艺评小组，然后观察高雄，尤其是阿普的画廊，在阿普画廊展出的艺术家。做出一种评论，我现在来看，其实很荒谬啦。比方说那个庄普在我们阿普的那一次个展，
啊，里面出现那个字眼，啊，你们来看，这样像不像是一个严谨专业的一个评论？他说那个川普是一个恋物癖，由他的作品里面反映那是一个恋物癖。好，我就说，如果是一个严谨的一个艺评，怎么会用到这种字眼？啊，其实可以呈现他们对阿普的一个不满，啊，因为被漠视。当初我们内部也有讨论，我们应该要反击，但是到那时候，在讨论要不要反击，那时候我们最后觉得说不需要理会，啊，反正历史会去证明。啊，那也有一些硕士班的研究论文来找阿普，我碰到好几个，啊，我几乎都拒绝，所以我才说这次是第一次出图。那也有一些学校的教授有打电话来说想要整理阿普，然后我问他说你准备怎么写或者写几个字，然后他说他准备写300个字，那我说你大概上网就可以了，都不止可以凑成300个字，所以我也拒绝，所以几乎人家要来访问阿普的事情，我几乎都拒绝，全部都拒绝不谈，啊，那。其实阿普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忘记啊，有些印象很深刻。那当初在看那个听取宜君的报告，我突然发现，我们好像做了一些可以让我们这一群人骄傲的事情。其实我们几乎快要忘记了，啊，那当时我有一点婉拒上来，是因为。这其实很吊诡啦。来台北在讨论30年前在南部发生的事情，当然阿普又在北部，啊，其实我当初是觉得那很怪，啊，这件事情很怪，啊。不会的，高铁蛮快。一日生活圈。我大概快20年没有来台北了，其实在高铁车厢看外面，其实就已经有一点没有办法适应了。可能是因为这20年大概几乎是移群独居，没有出现在这个整个圈子，就整个消失。我整个人在高雄市，整个完全消失。他们一直问我为什么要展览，我说我已经失去展览的展览对我来讲没有意义的。包括美术馆要收藏，我说没兴趣，你找更年轻的去，他们更需要。拒绝所有展览，所有访问，所以当初宜君来找我，我印象中好像谈了3次吧。因为当初我不知道亚洲艺术无限库是什么单位，完全不理解。那我一直透过提问，想要观察，想要了解，然后再慢慢上网找资料，最后我才放心把资料拿出来。所以这才是一个很正式完整的资料。当然，因为前几个月我才慢慢发现，怎么那个塑胶袋一打开，怎么还有阿普？因为当初我搬给他，第一次搬到北部，我就发现应该不止这样子。我其实心里觉得，怎么那么少？应该还有，趁讲到这边，趁还记得，就是地门那一边，我觉得。当然，他们现在还保存住，当然要由衷感谢。但是那个归属权，我其实是期待他们能够归还到我身上，因为他们拥有这些，他们不是窃取，他们也不是盗取，那是因为有人赠送。但是那一批应该是属于那个时候阿普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那是等于公司的资产。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应该要让文献资料完整，我们只能请求地门基金会，我希望他归还那一批，好，在这个地方，当然，因为我的意思说他们不是恶意或者是故意，什么都完全不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没有提供吗？没有提供。有提供。因为这样才是让阿普的整个史料更完整。老师，你要讲？
报琼上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就我想每次这种慢慢的挖掘这种台湾重大空间艺术史里面重要的事件，都请这个当事人来谈，都绝对是，那个奏折就一再翻开怎么谈都好像时间不够。这个也是刚刚谈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档案之余会邀请艺术家或是参与的人士来谈这个档案的意义，就在此我想也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示范，就是说，其实档案的整理就是这么重要，那也是建构艺术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导性的一个动作而且非常重要、繁杂。而且复杂，那非常谢谢怡君的邀请，也非常谢谢阿贵老师跟。我最后那个这个讲完不再讨论了我也没有跟阿普的成员讲过。其实阿普决定要收的时候，有个企业，那个就是《智利晚报》他们说要把阿普买下来，我那时候拒绝，因为我都跟成员讲好了，阿普要收。为什么我那时候拒绝？因为说实在，我那时候对阿普有些艺术家很失望，我不想让他们再有好处，因为你卖掉会拿到一些钱。到时候又要分配，我觉得他们不配去拿这个钱，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就这样阿普就结束了好，那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还是要讲因为这个是我20年来内心里面的一个声音跟呐喊。我必须说，台湾的当代艺术，台湾的艺术生态，让人家很失望，不长进，方向没有搞清楚。我一直喜欢这样形容阿普的经营的我们的这个艺术取向，在人家不穿鞋子的时候，我们在卖鞋子。那以前其实在做一种颠覆啦，做一种革命啦。当然不止阿普那个2号公寓还有一通，其实是刚好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不约而同，我们没有彼此沟通大概差距2-3年同时成立，那个是一个时代的必然然后等于是颠覆了整个那个艺术教育，还有整个那个当时的艺术生态。那我所谓的现在的这些空间不长进，是因为你们可能顺着前人努力经营你只是在承担那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我这大概已经有将近15年，我一直在思考。如果再出来弄一个空间，有没有办法跟当初那个在90年代北中南这些替代空间的精神在延续？我其实这15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也有一些我的答案，就说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它其实还要再被颠覆一次了，整个艺术生态，那。当然，这个以后啦，因为我们没办法在这边谈，那我一直碰到有一些艺术圈子人，我一直在用个人的很缓慢的、没有效率的在跟他们在谈我这个概念，应该也有跟怡君谈过，稍微碰触到。那我本来在去年想成立一个空间整个企划案、地址还有内部的经营方式，其实然后又有邀请艺术家，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还是碰到很多利益问题。比方说邀请艺术家，他可能跟其他画廊有配合，他要来这边，
我当初即使是挂名是画廊，但是我企图把画廊跟美术馆，我甚至还有企业家，我甚至还邀请有跟怡君他们说，如果那个亚洲艺术文献库有兴趣的话，我想把这几个单位，公部门美术馆因为资金需要企业家，还有把亚洲艺术文献库集结。我甚至有去跟高美馆的馆长视讯报告，我说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让公部门，我可以帮你们省钱以外，我还可以帮你们赚钱，在合法的法条之下，我想到了一些方法，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当然这个跟我前面讲那个计划是不一样，这个因为我那个计划比较，当然太理想性，然后它牵涉那个更复杂，那个一时间很难有结果。那前面讲那个画廊是我想落为实际，但还是有碰到一些挫折，大概这样子，我想到的最后，好，那怡君。就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刚刚知道，线上好像有一些人提问，但我想有机会的话，也许可以我们再用 email 再来回复跟交流。然后今天非常谢谢木材老师、徐志贵老师还有徐远达老师一起来参加，然后尤其谢谢大家都是从南部上来台南跟高雄，然后所以在今天还特地拨空来，非常非常感谢。然后也很感谢木材老师这么慷慨大方让我们做资料。然后以及顺便讲一下，今天好像是许志贵老师的生日，所以大家就祝许志贵老师生日快乐，这样。好，谢谢。